这份报告，贷前审查只有风险提示，但对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和管理风险机制没有做出分析。你拿这个给领导看，这是批还是不批啊？对不起，干处，我马上补充一下。我才请假不到1个月，大家就不干活了，乱成这个样子。你们2个副处长，不能拿荣誉的时候就敢为人先，分担责任的时候就袖手旁观啊！干处，这个月处理的过件量非常正常，没有谁玩忽职守。是吗？那青睐易赔的贷款怎么回事啊？我刚一回来，高行长就找我说我们信审处效率太低，对市场和客户需求没有敏感性，怎么回事啊？那个件前天例会还在正常流程中啊，是吧，琳琅？对，我们之前和业务专员进行了平行作业的实访，对有些情况还需要进一步的确认，尤其是青睐易赔的工资流水。你不要跟我说有的没的，今天下班之前必须把审贷报告给我交上来。可是什么？可是唐处不在，他最近家里有人生病了，请了几天事假。这个是唐副处的件，之前的贷前审核都是他负责的，审贷报告也需要他签字。给他打电话、发微信、发邮件，你又不是山顶洞人，还要结绳记事啊！做事之前要动动脑子，好吧？好。无糖没事，谢谢。你这几天不让冯伟然回家，我感觉你自己也不好受吧？我也不知道怎么了，我好像怎么都好受不起来。其实冯伟然已经做得挺好的，他每天给我订花，哄我开心。他不出差、不上班的日子就去接儿子放学，带他吃饭。但我不知道怎么了，我就是高兴不起来。我不会有什么大病吧？怎么可能呢？你别瞎说。你想想啊，你们高中就认识，考上大学之后开始谈恋爱，大学毕业之后结婚生孩子，这么一算，你们都在一起10几年了，你们进入疲惫期也很正常。可能吧，但是冯蔚然现在确实越来越忙了，所以现在经常就是他忙他的，我忙我的，我也没什么可忙的，所以我每天在想他在忙什么，我就问他你在忙什么，他又不跟我细说，所以我就，哎呀，我也不知道，反正就是高兴不起来。你在生小齐之前你在干什么？大放光彩啊，优秀设计师啊，你觉得开心吗？开心啊，充实吗？充实啊。那你就找个班上啊。可以啊，我可以找个班上，但是我要是找个班上的话，那冯蔚然更是他忙他的，我忙我的，在一起时间更少，那更越来越远了呀。所以你现在是觉得你跟冯蔚然之间越来越不同频了，所以房子的事儿其实就只是一个导火索。哎，对，你得去想这个事情背后的问题，好像不是一束花或者一顿烛光晚餐能解决的。你想象一下，你能够接受你的生活中没有冯蔚然吗？不可能，怎么可能？这不闹了吗？所以呀，你现在这么躲着他，你自己一个人胡思乱想是没有意义的。感情里面的大忌就是不沟通。我觉得这样，你把你所有的想法，你去找冯蔚然，你去把他说开了，也许你们俩沟通完，事情就解决了。要实在不行的话，要不帮你们俩找一个婚姻方面的专家？那个婚姻情感专家说啊，他说在一段婚姻里面，最可怕的就是致命的习惯性。他说，当一个人觉得一切都习以为常的时候呢，你们俩的婚姻也就走向了死亡。而且他还问我，说，是不是产生什么问题的时候都是我主动道歉，发生所有矛盾都是我主动退步？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，
他就会觉得一切习以为常，一切都是理所应当的。所以这个专家呀，就建议我这一次要反其道而行之。所以你的意思就是，那个专家让你不用回家，也不用道歉，就在这儿待着？不，也不是说完全不道歉。我最近不是每天给雅楠订花吗？他觉得我订花这个行为啊，既能够表现出我的耐心，还能够表现出我的歉意，但是他需要我在其他方面呢表现出我的立场和我的底线。你确定那专家跟你没仇是吧？有什么仇？我又不认识他，我们在网上找的课。咨询费多少？咨询费好像是一节课68一节。买5节呢，打完折300，我就买了一节课。我听了一下，我感觉他说的有一些东西还是挺有道理的。你干嘛？祝你幸福。谢谢。哎，换一个。李阿姨，哎，糖糖，亚楠走了。对，他说他去接小琪，你也回去了吗？蒋世妍非要让我回去，说晚了要堵车。那个鸡蛋羹，一会儿你给他热一下。好，放心吧。哦，对了，我刚刚问过医生了，说他明天就能出院了。是的，走了啊。好。哦，房间里有个客人，你应该认识。走了，阿姨再见。再见。糖糖，你上当了啊！先别说这个蟹这么小，肚子里不可能有膏，腿上肯定没有肉。现在这个季节根本不是吃这个蟹的时候。他说挺好的这个蟹，阿姨不是跟你说了吗？你只要想吃海鲜，就到阿姨的摊档来，不要到别的地方。他们看你是小姑娘，好骗。阿姨这个摊档最新鲜最好，知道吧？不要。你看不上啊？不是呀，您总是不收我钱，我这回去周老师要说我的。你真是搞笑啊！哎，你别给我拿了，这点蟹，这点虾，在阿姨这里算什么？蒋世妍说了，她这次的考试考到了全年级，进入了前30名。我感谢你还来不及呢，没有，别跟我客气。努力。不要，阿姨不行，你拿着你拿回去。周老师说我不要，拿回去。阿姨不高兴了。让我拿着嘛。好，走吧。哎，我觉得真的很难，每次不买你们家海鲜，叶阿姨又不高兴，买了她又不收我钱。那我一回去，我跟周老师我买海鲜我没有付钱的话，周老师又要教育我，然后硬逼着我把这个钱一定要给叶阿姨，叶阿姨又死活都不收，我觉得我真的很为难。杨哥，其实我有一办法。你说？你还是照常买我们家海鲜。如果我妈不收你钱的话，你就把钱给我，也就是一方平的儿子。给你？啊，对呀。然后我再拿这钱，请你去吃东西。这样的话，你们家又可以吃海鲜，咱俩又可以吃点别的。我懂你意思了。天哪，英宝，你怎么那么聪明？你怎么想出来的？这还不是你数学给我补的好呢。那我请你吃冰淇淋。当一束微光落在我肩膀，照亮。每个有趣的地方。
沙沙响，梦也长出飞翔的翅膀，哭过也笑过，你一直在身旁，每个转身后是你温暖目光。你说在大大的世界陪我去闯，沿着地图为我实现小小愿望，慢慢地抚平那些我受过的伤，四季流转是你柔软着我掌心的时光。你说在大大的世界陪我去闯，沿着地图为我实现小小愿望，慢慢地抚平那些我受过的伤，四季流转是你柔软着我掌心的时光。你说在大大的世界陪我去闯，沿着地图为我实现小小愿望，慢慢地抚平那些我受过的伤，四季流转是你柔软着我掌心的时光。学妹来了。周总，啊，周总知道我生病了，就过来看看。周总平时那么忙还过来探病，真是麻烦你了啊。这有什么好麻烦的？我跟蒋总现在也是好朋友啊。蒋总住院，我当然过来看一看。而且之前我给你打了很多次电话，你都没接。我想着应该就是在医院照顾蒋总呢，没时间听电话，我索性就过来一趟。有什么急事儿非要找到医院来说？事情倒是还挺着急的，不过蒋总刚手术完，我们要不别打扰他，出去找个地方坐坐，慢慢聊。不好意思啊，我是过来照顾病人的，现在也是晚饭时间了，我得照顾他吃晚饭。还是学妹想的周到。没关系，医院开饭早，那我就等雪梅照顾完蒋总，我们再出去找个地方坐坐。我正好看看有什么能搭下手的。我洗点水果吧。我帮你把鸡蛋羹热一下。没事，那个有人护工过来会跟我送饭，我让他来热吧。不用担心我，去让他拿出来。周总，那我们就附近找个地方快点聊吧。好，附近。有事打电话。鸡蛋羹记得吃。走吧。蒋总好好休息。对，再见。见。秦副处，有事吗？坐。唐副处电话也没接，微信也没回，那个报告甘处又在催。我想问您，知不知道唐副处的家人在哪里住院？他是不是在医院陪病人？我想着我要不跑一趟。宁郎啊，哎，
唐副处来咱们这儿有半年了吧？我想问问，你觉得唐副处这个人的工作状态是什么样的？他很认真，专业能力也很强，遇到事情也不推责。那么这样的唐副处有没有可能请了假，但是什么都不交代？我明白了，谢谢秦副处，我知道该怎么做了。琳琅，你们这个件平行操作下来，是不是有很多问题？是，感觉还贷风险很大。我这微信也发了，电话也打了，邮件也催了，唐副都不回，我估计是不是在医院没顾上？他这是什么工作态度啊？这么不负责任的？谭叔，这唐副不签字，这审贷报告今天肯定是交不了了。你拿来，我来签。来，关主，现在咱们都是一键走终身的，您确定您签？不接电话。关主，要不这样，明天我再去唐副家里找找他。晓得了，去忙吧。琳琅，周总都找到医院来了，也是可以啊。怕学妹不出来吗？我实在分不清你到底是坦诚还是不坦诚。坦诚。今天请你出来，就是想坦诚地跟你聊聊我的想法，还有提议。我以为你已经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了。明白。你看啊，我在九江投资，但是九江集团的核心业务还是九江地产。临江城的商圈已经启动了，它一旦启动，势必带动周围的产业发展。现在那片不毛之地摇身一变，就能成为新的城市商务区。开发贷是正常业务，对银行和开发商来说都是百利而无一害。开发商要资金，银行要业绩，不需要学长你这么一而再再而三的私下找我。但是纯开发贷限制太多了嘛，所以我们想分成几块，通过别的口子把政策优惠的贷款批下来，所以还是得请唐叔帮帮民营企业。我们想要批的贷款金额是临江城估值的70%，差不多在20到25亿之间。放款只要一到，该做的我们都会做，而且绝对能够保证唐叔的安全。条件到了当然能过，条件不到自然是要调整的。如果还是在谈这样子的事情的话，我觉得学长你不用再找我了。好，学妹，先别生气，我不说了。喝咖啡。以前过年的时候，我们家总是来很多客人，一口一个周老师，一口一个唐工，手上都带着很贵重的礼品。那时候我第一次看到车厘子，我觉得比樱桃大好多，肯定很甜。我就很好奇，也很馋，我就尝了几个。之后我妈呢，就硬要给人家塞100块钱。等客人走了之后，她抡起鸡毛掸子就打我。她说今天是车厘子，明天是金子，后天呢可能就是房子。那是我妈第一次打我。从那之后呢，我们家过年就尽量不在荣城，索性去工地上面过。我知道，
学妹的家教严格，但是我想，阿姨还是希望你能够过得好。过得好这件事儿，别的都是假的，有钱才是真的。周总，人活着多少钱算够啊？至少要清白坦荡吧。清白坦荡，我能看出来你是真这么想，所以我说学妹，你幸运的让人羡慕。我说件事给学妹听吧，可能这件事儿你都没听过。还记得当初你是怎么进会商的吗？会商整个系统当时只招10个管培，而且都是总行直招，竞争压力可想而知。全国的名校生，光简历就投了3000多份，第1轮直接筛到剩60，第2轮筛到剩30。第3轮是面试，我面试排名第5，但他们只想收男生。管培岗可不是普通岗，一圈下来之后，基本上都会朝分行的顶楼或者总行走。他们需要的是顶尖的能力、体力，还有稳定性。你当时的状态，单身未婚，甚至未恋，他们觉得你稳定性很差。我当时听说这件事儿，就去找了我的叔叔，周行长，找了上面的领导，这才把你留下。不知道堂叔发现没有，你除了是会商最年轻的管培，还是唯一一个女管培，因为他们本来就没想招女生。学妹，这算不算是清白坦荡？他们只想收男生，他们需要的是顶尖的能力、体力，还有稳定性。他们觉得你稳定性很差。我当时听说这件事儿，就去找了我的叔叔，不知道堂叔发现没有，你除了是会商最年轻的管培，还是唯一一个女管培。因为他们本来就没想招女生。学妹，这算不算是清白坦荡？
你怎么出来了呀？我正好要来找你。我等了半天，看你没回来，护士正好也让我出来走走，我就先过来等你。你这伤口放心吧，伤口没事儿。不用难过，这些都是周末为了打击你编造出来的，领导不会对你有偏见。我没有让他呀。是没事，你听我说，会上不是他周自省的，更不是他周末的。与其说是他们之前的推荐起了作用，倒不如说领导在最终权衡之下，觉得你能够为会商创造的价值，远远大于男女之别。你仔细想想啊，当时又不只是会商一家给了你 offer， 有多少个大企业给你伸出了橄榄枝来着？4家还是5家？收2家呀？是1家。你看，所以说是你选择了会商，而并非会商选择了你。你如果不行的话，那为什么上面一路提拔你？你要是不行的话，他们为什么会把张志兰这个小微普惠界放在系统的首页？会商选择你是最明智的决定。只要是一个智商正常的人，都会觉得你优秀，都会欣赏你。周末你管他干什么呀？他无非就是被你说的恼羞成怒了，故意找了个事情来打压你的自信心。他那种内心黑的人，看什么东西都是黑的。不要听他的，知道吗？你就是全宇宙最强大、最傲娇的亮哥。听他那些风言风语，你要是被他气到，算我讲师严肃，好吗？你不是被他气到过吗？这你不知道。不然呢？因为每次到双休日，你都说周6、周日，你从来都不提周末，你也不让我提。还有一次你说没有周末。算我输了，好吧？没事，消消气。喂，唐阳已经收下卡和钥匙了，挺顺利的。